哇，不玩，不玩！魏无羡一听这话，哭得更狠了。他说出去玩，二哥哥就吐血了。他要是出去玩了，回来二哥哥不得拜拜了。魏无羡心里觉得，就是因为他要出去玩，蓝忘机才会吐血，所以他要保护好蓝忘机，一步都不能离开。好好好，不玩，手忙脚乱地安慰着，他倒是有些怀念智商健全的大羡羡了，哄了一阵儿，好声好气地安慰了好一会儿，魏无羡才停下了哭声。蓝忘机看着眼睛水水润润的他，还是心疼得很。他的魏婴因为他吐的一口血，眼睛都哭肿了，于是他忍了半个月的劲，还是破了。他低下头，轻轻地吻了吻怀中人儿的一双眼睛。罢了，破镜就破镜吧，他忍不了了。魏婴在担心他，魏婴在因为他的伤哭泣。魏婴是不是有些喜欢他？为什么明明很心疼他哭，可是居然有些开心？因为魏婴担心我吗？我是不是也病了？最后那一夜，魏无羡是哭着在蓝忘机怀里睡着的。当天夜里，魏无羡又迷迷糊糊地发起了低烧。蓝忘机发现的时候，魏无羡已经难受得快哭醒了。他心疼得很，想着魏婴本就哭肿了眼睛，如今半夜又难受哭了，是自己无能，这些日子连个小小的风寒都没能帮他养好。狠了狠心，决定第二天带他去后山冷泉疗养一番，看看有没有效果。云深不知处后山又一处冷泉，不仅可疗伤，还可治病，泡久了也可强身健体。只是蓝氏子弟向来克制自己，平日里又勤加修炼，所以从未依靠冷泉强身健体过。他本想着魏婴体弱，当带他去泡泡，可又想着他重生回来后本就体寒，若是放他一人去泡，他定是受不住的。如今自己旧伤复发，明日便陪他去冷泉休养片刻吧。第二日，蓝忘机叫醒了迷迷糊糊的魏无羡，开始例行的洗漱穿衣。二哥哥，困。魏无羡这是第一次在还没睡醒的时候被蓝忘机强行拉起来。这些日子，魏无羡都是睡到日上三竿才起，蓝忘机也纵着他，甚至常常陪着他睡。纵使醒来了，也是躺在他身边陪着。因为他发现，每每碰到他先起床，魏无羡不到一炷香便会自己醒来，而且不愿再睡，一定要跟着他。最后就导致一整天都没什么精神，他没有办法，只好陪着他，任由他缩在自己怀里睡到日上三竿。带你出去玩，坚持坚持，别睡。蓝忘机这些日子为了魏无羡的风寒，冲着蓝启仁告了假，一直留着静室陪着魏无羡。蓝启仁听了理由，不知怎地，竟也同意了。不要，不要出去玩，二哥哥，吐血，羡羡不要离开二哥哥。魏无羡一听到出去玩，就想起来昨天蓝忘机吐的那一口血，浑身一震，就连瞌睡都醒了一半。无妨，我陪着你。蓝忘机听着魏无羡的话，怎么想都不是滋味，又不知该怎么解释他的伤。他不希望江澄再出现在魏无羡的生活中。那二哥哥一刻也不可以离开，羡羡怕。魏无羡看着面色柔和的蓝忘机，撅着小嘴提出要求。他才不要跟二哥哥分开，他还没出门都吐血了，要是分开了，二哥哥肯定会伤得更重。羡羡要保护好二哥哥。好，别怕。蓝忘机不知道魏无羡的内心活动，只当他是离了自己，没有安全感，便想着大不了陪他一起泡着。反正魏婴现在的心境还小，什么都不知道。蓝忘机自从昨日破了自己里的禁后，现在已经不甚在意什么孟浪不孟浪的了。他想明白了，如今就当魏婴是个孩子，若是日后魏婴嫌弃，他也有开脱之法。况且如今这般，怕是也顾不得避嫌了。等着他收拾好，一路上又跟魏无羡连连保证，磨磨蹭蹭才到了后山。蓝氏子弟的早课已经上了一半了。他心知要早些弄好，不然赶上弟子修炼，怕是会撞上别的人。如今魏婴这样，自是不能碰上人的，特别是蓝氏子弟中，还有曾参与乱葬岗围剿的人。他边想着，边将魏无羡的衣服一层一层的脱下来，放在冷泉边的石头上，叠得整整齐齐，然后便将魏无羡抱下了冷泉。
二哥哥，冷！魏无羡刚一接触到冷泉的水面，便直接窜上了岸，死活不肯再下水了。魏婴，莫怕，我陪你。蓝忘机见魏无羡不肯下水，忙去将他抱起，锁得死死的，更是连着自己一块下了水。凉！凉！魏无羡被蓝忘机在水里死死的箍住，他力气没有蓝忘机大，只得拼了命的往有热源的地方挤，那热源便是蓝忘机的怀里。再忍忍，魏婴，他见魏婴泡得辛苦，也只能紧紧抱住他，不让他乱跑，任由他往自己怀里蹭。幸好是在冷泉，周边环境清冷，他才没被生生蹭出火。魏无羡没地方跑，只能窝在蓝忘机怀里，紧紧地依着他。过来大概一炷香的功夫，他才渐渐适应了冷泉的温度。二哥哥，你为什么不脱衣服呀？魏无羡适应了温度，便开始注意别的了。于是他便发现了自己与蓝忘机的不同之处。蓝忘机在他下水前帮他除去了衣物，于是他现在就是光溜溜的在蓝忘机怀里。而蓝忘机强行抱他下水的时候是没有脱衣服的。就这样，无妨。自己若是脱了衣服，岂不是与魏婴坦诚相见了？最近都是他帮着魏无羡洗漱，自然习惯了看着他光溜溜的躯体，他也尽量做到了不让自己的心那么悸动。可他自己还是没有在魏婴面前退完衣物过。每次他沐浴，都是先将魏无羡抱上床，再在他和魏婴之间隔上一面屏风。如今让他脱了衣物与魏婴一同泡冷泉，他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。二哥哥，穿衣服洗澡，难过。二哥哥，脱。魏无羡在冷泉里冻得瑟瑟发抖，磕磕绊绊地表达着自己的看法，更是大胆地抖着手去扒蓝湛的外衣。魏婴，蓝忘机一个猝不及防，竟真的被魏无羡将外衣扒了一边下来。呜，二哥哥，不生气。魏无羡被蓝忘机的一声吼吓得一颤，本来冻得抖的双手更抖了。我没生气，我自己来。蓝忘机见魏无羡被自己吓了一跳，瞬间开始内疚，慌不择路的开始安慰他。羡，帮二哥哥。魏无羡眼睛里憋着一泡被吓出来的热泪，含着泪帮他的二哥哥扒衣服。蓝忘机也任由他抖着手在自己的身上乱摸，自己默默地念着雅正集。罢了，魏婴开心就好。等蓝忘机回过神来的时候，魏无羡已经帮他把衣服脱了个干净，杂乱地抛在岸边。他一低头，便看见魏无羡对着他胸前的那枚太阳纹烙印发呆。他突然想起来，那枚烙印是他在刚刚将魏婴带回云深之前，偷偷尝了一口天子笑的收获。他不曾关注，这烙印竟也自己慢慢长好了。二哥哥，魏无羡盯着看了好久，声音也哽咽得很，仿佛在压抑着什么。魏婴，蓝忘机看着死死不肯抬头看他的魏无羡，顿时有些慌了，这是怎么了？蓝忘机强行把他的头抬起来，却看见他早已泪流满面，双眼因为强行憋着眼泪而变得通红。二哥哥，疼不疼？魏无羡看着眼前皱着眉头的男人，心中难过的紧。为什么我看到二哥哥受伤会这么难过？为什么我心疼的就快喘不过气来了？